何飞和妻子李木子在1周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前往东南亚国家巴迪维亚旅行。李木子在何飞某天晚上离开度假村后离奇消失，何飞向当地警方报案，苦寻无果。警方认为证据不足，没有立案，还把何飞赶了出去。这时，有一位姓郑的警官主动找上何飞，表明自己也是华人，愿意给予帮忙，给他递上了名片。你还好吗？我姓郑，华裔，你一定要帮帮我。第二天，何飞醒来的时候，旁边睡住一个陌生女子，她自称是他的太太。你说我是谁？何飞根本不认识这位陌生人，他根本就不是李木子。何飞找来郑警官帮忙，可惜所有证据都能证明面前这位陌生人正是李木子。无论护照资料、手机上的照片、酒店的监控记录或酒店的经理跟服务生都能证明这位陌生人正是李木子。何飞想到李木子的大腿上有一道疤痕，他便强行撕开这女子的裙衩看究竟，不但发现连疤痕都一模一样。我都已经看过了，你老婆我还能不认识吗？人虽然戴了口罩帽子，但所有信息都对得上。关于你的失踪报案事件，正式的，郑警官，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何飞这时百词莫辩，还被郑警官警告他这样的行为是违法。这位何太太还向郑警官说出何飞因为服食太多止痛药，落下了后遗症，不但不能控制情绪，甚至有时会精神错乱。他有一些神经上的问题，他开始变得暴躁易怒，甚至妄想。你说我会守护我一辈子的。何飞不但感到害怕，还意识到背后有巨大的阴谋。他独自一人四处寻找证据，想证明这位女子不是自己的太太。可惜所有的证据都消失了，曾经帮他们拍过照片的摄影师辞职失踪了。他去夫妇俩人曾经到过的地方，想寻找监控记录，可惜冒充李木子的人比他先来到。当郑警官来到时，监控影片内的人正是这神秘女子。郑警官告诉何飞，他的案件正式被驳回了。放开人！他在胡说八道，你千万别信他。何飞既恐惧又无助，他最后找上陈麦，一位著名的国际律师。这女人就是个疯子，在别人看来，你才是那个疯子。老公，欢迎来到东南亚。有一对新婚夫妻来东南亚度假，某天兴致勃勃要一起逛街，新婚妻子就这样人间蒸发了。直至几年后，被个同事拉去一家表演畸形秀的夜店。我的妻子她是。陈麦起初不肯帮何飞，他觉得何飞并非真正相信他。他劝何飞还是早点回国。他告诉何飞，这里的情况比他想象中更复杂。何飞再三请求陈麦，终于答应帮忙。我真的没有疯。你帮帮我行吗？我的妻子她失踪了。老公，我精神真的没问题。没有创作者会丢弃自己的创作工具。陈麦跟何飞回到酒店调查情况，刚巧碰上这位冒充木子的人到来。他来了，又假扮我老婆的女儿了，快！不能让他看到你。老公，谁让你随便进来的？我们休战吧。我预定了沙滩餐厅，今天晚上我们不醉不归。明天我们一切从来，好不好？何太太，你好，我是何先生的律师，陈麦。什么时候律师开始在卫生间里办公了？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各种的惊喜和意外。你们夫妻叙旧，不打扰。啊，我的包。谢谢。哦，陈律师，陈律师，陈律师，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可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你别忘了，假老婆也是老婆。陈麦把一个录音器交给何飞，要他必须赴会。何飞来到沙滩餐厅，俩人盛装赴会，旁人看来仿如一对恩爱夫妻。贾木子虽然经常话里有话，但在刚开始时还想扮演一位好老婆。你今晚真帅。说吧，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又胡说什么？还在生我的气呀？你就不能稍微坦诚一点吗？坦诚？好啊，想怎么坦诚？真心话还是大冒险？何飞开门见山问这帮人到底想什么，要多少钱才肯放过他？这女子话里有话，表明要夺取何飞的一切，要他生不如死。贾木子告诉何飞，在这个国家，只要证明老公患上精神病，老婆便可继承他所有财产。他要何飞的所有，要夺取何飞的一切，要他生不如死。就在俩人抱在一起的时候，贾木子忽然倒在地上，还大哭着向老公认错，叫老安不要打他。餐厅的客人都认为是何飞动手打人。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小火慢烤，生不如死，别有滋味。老公，我错了，别打我！陈麦告诉何飞已经找到线索，他们一路上都有人跟踪，最后还向他们开枪。陈麦质问何飞到底还有什么隐瞒，他怀疑李木子根本没有失踪，只是自己躲起来自导自演一出戏，要报复何飞。他就是要制造混乱，他要折磨你，他要纠缠你，他要让你生不如死。你根本就不知道，木子他爱我，他不会这么对我的。那你告诉我这个怎么解释？他为什么要取消回程机票？肯定是别人帮他。那为什么他失踪之后，账户还有大笔支出？我不知道。能够知道你们这么多细节，并且确定李木子绝对不会回来的人，没有别人，只有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到底要隐瞒什么？你在怕什么啊？你是怕最后查到了幕后黑手，不是别人就是他，就是李木子，就是你老。我叫你别说了。原来何飞并没有告诉陈麦所有真相，他隐瞒了自己曾经是一个赌徒，在认识李木子之前欠下了巨债。木子不但没有嫌弃他，还帮他偿还所有债务。何飞也承诺木子不再赌博。第二天，陈麦又带何飞去找何桑，那个帮他夫妻俩拍照的摄影师。取得证据后，何飞和陈麦又被杀手追杀，摄影师被击毙了，何飞侥幸逃脱，陈麦下落不明。何飞回到酒店想拿证件离开，这时贾木子又出现，他恐吓何飞说他是不能逃脱的，并自己打穿自己的头。正在何飞和他纠缠的时候，警察来到。何飞醒来的时候，发觉自己被关在一精神病院中。郑警官、贾木子、杀手都来了，他们笑着说会夺取何飞的一切，而何飞下半生会生不如死。在何飞求助无门之际，突然门打开，进来的人是陈麦，他打扮成护士出现在何飞面前，希望何飞告诉他真相，因为现在警察正在通缉他，如果找不到李木子，他俩必死无疑。他告诉何飞，这一切肯定是木子的安排，目的是报复何飞，必须要找到木子。何飞最后说出了真相。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不想知道结局，现在就要离开了，真相马上揭晓。我的不该说都告诉你了，你还要什么真相？到底李木子去了哪里？到底是不是如陈麦所说，一切事情都是李木子的策划，想要报复何飞？原来何飞不但没有戒掉赌博，还越欠越多的债。李木子想跟何飞离婚，这被何飞发现了，他于是假装痛改前非，设计了这一次旅游，表面上是完成他答应木子带他去看海底星空的承诺。木子因为真心爱住何飞，原谅了他，并答应跟他旅行。原来何飞当晚把木子带到月亮湾，俩人潜入海底之后，何飞把李木子关在一个笼子里，木子就是这样活生生的被淹死了。何飞自行松绑离开房间之后，发现自己在一个布景室内，贾木子、郑警官、陈麦、杀手等一帮人都站在他的面前。原来所有人都是演员，只有陈麦她就是李木子口中的闺蜜曼曼，一位得奖的导演。当曼曼发觉木子失踪后，便马上赶来，她觉得何飞很可疑，于是便导演了一出戏中戏，迫使何飞说出真相。果然何飞这个病态赌徒自导自演一出失踪案，其实是谋财害命。陈麦现在应该叫曼曼去探监何飞时，何飞还死不悔改，还悔恨自己应该早一点识破陈麦的计划，连他也杀掉。但当曼曼告诉何飞，李木子知道自己怀上身孕，已经原谅了何飞，会再给他一次机会，打算在潜入海底时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可惜即惨遭杀害。木子把超声波的照片带在身上，打算在海底星空中告诉何飞，何飞，你把这世界上唯一爱你的人亲手杀死了。